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聊美股的频道。今天是2025年1月5号，那么我们今天是2026年1月5号，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场直播。那么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也就是现在11点半开始到12点。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你好 ，Happy New Year，Lily，你好，新年好。请帮忙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是不是都没有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直播了。请帮忙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操作的这个直播软件有的时候还是，因为不是每天都在直播，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声音没有打开呀，图像没有打开呀，然后我自己讲了半天，那边收不到，所以说还是要确认一下，请帮忙确认一下。好的，丽丽已经帮忙确认了，好的，谢谢。那么今天是2026年1月5号，但是呢，今天也是一个，如果说按照中国人或华人的一个，这个看日历的话，是阴历的话，今天是小寒，24节气的一个那个节气叫小寒，就是非常冷。如果说你在那个北半球的话，应该感觉到今天非常冷。那么小寒这个节气，它是在今天是阴历17。为什么我说这个呢？因为在禅师的这个文章里面有说过，所有的24节气，你可以去之后自己去观察一下，尤其是大的节气，比如说这个中秋节啊，这个春节啊，大的节气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至于为什么，你说它是迷信也好，还是说是，其他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呢，这个24节气这个时间节点，我希望大家可以去自己关注一下。每到24节气的时候，或者说在阴历15的时候，尤其是比如中秋节，因为它是那个月亮跟地球的这个超新引力最大的时候，这个对人的影响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方面影响，但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每到这个的时候，市场的波动是非常大的。那么，比如今天，市场的波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也是穿插的跟大家讲一个禅师是在文章里着重提过的。那么，这个我们看一下今天小寒这个节气，周末的话，大家应该被那个特朗普的这个跟委内瑞拉的这个事儿已经都被震到了，对吧？那么今天对石油股票还有这个军工股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波动是非常大。尤其是军工股，那么你如果说看欧洲的这些军工股的话，都是涨上天了今天。那么石油股票也动起来了，但是还有就是这个比特币，比特币今天也涨得非常好，然后跟比特币相关的这些也都涨，对吧？然后还有就是黄金、白银，都是因为避险情绪嘛，可以理解。所以说现在只要川普在这个在位的话，这个总是不缺这个热点事件的，它本身自己就是个热点，对吧？那么这个结构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标普这个结构。我们其实，在周末复盘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这个4835还是我们观察的重点。这是进入段，这是 A 中枢，这是离开段，这是小 B 段，然后出现了一个大 B 中枢，对吧？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这个针对第二个大 B 中枢，你要不再围绕这个中枢震荡的标准是什么？要么出现三买，要么出现三卖，对吧？这才能够用来判断，这是我们缠论里面用来判断是不是要维持一个中枢震荡的一个标准。现在没有出现，那么就看基于中枢震荡。那么这个回落这段是非常非常厉害，我们看一下这笔回落，我们做一个简单做一个快速做一个复盘。这个我在周末复盘的时候已经跟这个会员朋友们已经讲过了，但是我在这里需要说一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看一下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位置，看一下这个日线的这一笔回落。首先，这笔回落正好在这个中枢中轨的上面，看到没有？中枢的中轨，我们一直说中枢的中轨就是一个多空的一个分水，对吧？中轨的上方是多头占优或者多头强，中轨下方多头就偏弱，就空头强。所以说，你利用这个中轨，你就知道简单的分一下是谁强，对吧？谁强你做谁，或谁强你跟谁。那么这笔回落，我们看一下它的15分钟非常有意思。
这是它的起跌点6945，然后这里是一个进入段，然后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然后一笔离开。我在周五我们在周末跟大家做这个复盘的时候，那上周五也就是这个位置，刚好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这个等比例是这个中枢的进入段跟离开段刚好打到了6837，6837刚好是一个等比例，就是说前面的空间跟后面的空间一致。那么在周五的时候是收回到这个上面的，所以说如果说你是盯盘的话，在周五的时候，它还给到一个类似一个二买的一个，我看一下，啊，它这一笔是不够这个5根 K 线的，但是呢，在现在看的周期是15分钟，你要去5分钟上的话，这笔肯定是够一笔。但是不论怎样的话，这个位置是你应该进场的，就是小周期上15分钟上出现这个结构，又到了等比例，又一个快速拉回来，在在周五收盘的时候，这个位置你如果说你操作标普的话，你发现了这么一个位置，然后它拉回来了，这个位置你是应该进场做15分钟做多的，或者说要进仓位的。那么今天涨上来，我们看很多时候是图形先到了位置才有事件，我们并不知道周末的时候会出现特朗普要进攻委内瑞拉，我们不知道，对吧？但是图形上其实是给到位置了，所以有的时候是图形走在事件前面，所以我们不需要关注今天出什么事儿，明天出什么事儿，我们只要看图就好了。就是又一次侧面的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你不需要去打听消息啊，看新闻呐，你就看图操作，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好了，我们简单的就说一下这个，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日线上现在已经回落也够一笔了，现在又出现一个这个底分型了，又在这个中轨上方是强势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它是不是要再次离开这个中枢，离开中枢要有力度，如果说力度不够强的话，那可能就会被再拉回来，就是比如说出去了可能再回来。如果说要把这个中枢震大的话，震成9段的话，那就升级了，那么意味着前面这一全部都变成进入段，那么这就是一个9段升级之后的一个中枢，然后可以再走离开，对吧？那就是之后我们再继续跟踪的。好的，这是我们反正现在就是属于强势状态。那么你要是想做空它的话，你可以等待它，比如说这个再次突破前面这个高点，出现背驰的内部出现背驰的时候，你可以尝试一下。毕竟现在是属于一个日线上是属于两中枢的一个向上生长，是属于一个小 C 段，对吧？说这个算是在日线上算是尾段，那么你这个位置，首先你要做多的话，仓位不要太重；那么你要做空的话，就找机会，比如说小周期上已经饱满了，大周期又出现这个背驰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突破了前面的高点，就会面临着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是不是要背驰的。好的，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指数，然后我们赶紧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提问。先看一个朋友叫 Metagame 问的 FLY。说是一个太空股是吧？那么我简单的画了一下它的图形，它这个图形很简单，因为这个为什么现在太空股又受到了一些市场的追捧呢？就是因为特朗普也要这个。它好像有一个什么太空战略还是什么，反正是国家的一个层次的一个战略，这个我们也是相对的需要重视一下。但是呢，现在太空股不知道有没有龙头出现，或者说哪个企业啊，因为 SpaceX 它是没有上市的，对吧？那么其他相关的看有没有比较这个盘子大一点的，然后市场关注度高一点的，因为毕竟是如果说是一个国家层次的一个战略，想要搞这个行业的话，那么我们是需要注意的，因为肯定是在国家层面会有一些这个优惠的政策什么的，所以说太空股是在最近2-3年，因为特朗普只要在台上的话，那么这个还是需要你去关注一下。那么至于这个的片的话，是这位朋友提问的，我们简单看一下。他从这个最高点下来之后，这里做了一个中枢，然后给了一个3买，然后下来了，对吧？走得很技术。那么现在就看它这个回落也跟前面这个碰到了，所以说这里也可以是有一个第2个大臂中枢，但是呢，它这笔回落是弱的。这笔回落弱造成，而且还拉到0轴以上了 ，MACD 拉到0轴以上了，造成了这里是一个潜在的2买了，就日线上这里可以出现一个2买走反向。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最低点可以成为一个，就是说左侧是一个盘整下带一个中枢的盘整下，右侧的话，我最少我要有3笔，或者说5笔。或者说回来做一个中枢，或者说上去做2个中枢都可以，对吧？那就看它之后怎么生长。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是一个潜在的2买，是需要进场了，而且这个2买还是一个强势的2买，这个强底分的，出现一个强底分。
那么强底分、弱底分，我之前已经说过多次，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快速说一下。比如说这个底分型有3元素，第一元素、第二元素、第3元素，对吧？那么这个强底分和弱底分的区别就是，第3元素的高点突破了第1元素的高点。那么如果说是弱底分的话，就是第3元素的高点没有突破第1元素的高点，所以这就是强弱区分。那么强底分它对应的，或者说更大可能性是能够生长出一笔来。那么弱底分的话就不一定，弱底分的话就可能是一个中继的底分型，它可以继续往下跌，它可以继续往下走。所以这就是强底分、弱底分的这个技术上的含义，但是没有100%的对应性，没有100%的对应说出现强底分就一定能够成一笔，这个没有100%对应，只能说是大概率。就是出现强底分的时候，说明它的这个意愿非常强烈，那么我们需要这个，如果说你有它的话，肯定是可以继续拿，甚至是加仓。那么没有的话，你可以关注看看出现底分型之后有没有内部的。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那看它的小周期，比如说5分钟或甚至是1分钟有没有回撤的时候，因为只要这个分型成立之后，不是说出现底分型的时候你追进去，而是出现底分型有回落、有回撤的时候，回撤确认的时候你进场，类似一个这个中枢震荡，它在小周期上肯定是有中枢的，是回照中枢下沿的时候，比如说现在看的日线，你去5分钟上看，它如果说有回落，有回到下沿附近，甚至到中轨的时候，你是进场，而不是去追进去。这个禅师在文章里面也是强调过，这个我们就这个不仔细讲了。好的，这就是针对这个 FLY。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这个 SSHY 朋友，Shy 朋友问了一个特斯拉。特斯拉的话，哎不对，那个丽丽朋友问了一个 BMNR。BMNR 是什么呢？我也是看过一段这个 BMNR 的主要的，它是因为它的这个不知道是 CEO 还是董事会里面，就是那个华人 Tom Lee， 就现在华尔街就是比较怎么说呢？他也是一个你说他死多头也好，或者说一直看多也好，这个人也挺有意思。他对比特币啊，对这个虚拟币，还有这个整体的大牛市，他一直就是死多嘛，一直是看涨的，这个没有问题。然后呢，这个人也在一次我之前看过他一次这个采访，是那个 CNBC 的一次采访，说那个主持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看多呢？对吧？你每次出来都是多，然后他说啊，我之前他做交易员，或者说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经历，他自己说的，说是我在那个做交易员的时候，或者我自己做交易的时候也尝试过做空，但是很受伤。可能亏了不少钱吧，因为做空比做多要难很多。做空你要把握时机性是非常这个重要的。那么做多就不一样了，你可以这个即使亏的话，或者说被套的话，也可以躺平，会装死，对吧？但是做多就不行，做空就不行。他就说，哎，之前做空很受伤，所以说他就从那以后再也不敢做空了。他就是一个死多头，所以这是他自己讲的那么一个经历。但是呢，我要说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BMNR 是他可能是有他持股的他要么就是股东，要么是持股比较大的一个事儿，所以说这是现在市场关注他。那么针对这个的话，我们看，他是为什么现在关注他的原因是，他是最大的市面上上市的持有以太币的公司。那么持有这个比特币的是这个 MicroStrategy， 对吧？是这 MSTR。但是持有这个以太币的是这个 BMNR， 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这个好多人关注它。我不知道这位丽丽朋友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我看一下它的图形，它因为是那个借壳上来的，对吧？买壳上来的，就是说 SPACs。那么在这个借壳上来之后，这里做了一个大中枢，日线上做的这么一个大中枢，然后这次是下来之后又被拉到中枢里面来了。就这个位置，其实是如果说当下在做这个片的话，其实可以去做空它的。为什么这个位置是可以做空呢？就是说，比如说出现一个离开之后，进入跟离开出现背驰了，它往回拉的时候，如果说你不想做这个回撤，但是回到中枢里面，你就可以去做空的。这个是就像那个一个下跌，回到一个中枢里面来，你可以，它肯定要弹一下。那么这个也是出现一个超跌、一个反弹的时候，它肯定要再跌一次。如果说它只是，你看它这个是非常勉强的回到了中枢里面来，意味着上面的压力太大了，
这个套牢盘太大了。所以这个位置，如果说你有经验或者说知道这个情况的话，出现顶分型之后，你是可以尝试做空的，或者说你是一定要去减仓的，因为这个是会给你一个二买让你进场的。当然了，我们用这所谓的复盘或者说马后炮的方式，当然很容易能看到这个位置肯定是要减仓，但是在当下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在这个位置去做减仓动作，或者说去做空它？那么这个是需要经验，看图多了的话，都会这个总结出来。那么现在就是这个，这个回来之后给了一个二买，对吧？没有跌破前面这个低点，我们看一下价格，24.33，那么这个最低点在26.84，所以说这里是一个潜在的二买了。那么因为这个以太币的话，它虚拟币里面龙头是这个比特币，但是以太币有时候它涨得可能比较大，那个波幅比较大或震荡比较大，有的人是比较喜欢做以太币的，但是也没有问题。那么这里是一个潜在的二买，但是现在是受压于这个200天，你看到没有？现在是正好是顶在200天这里，就这个位置，如果说你在前面这里有减仓的话，那么这个位置是可以，就是昨天或周五那天出现底分型之后。一个比较强的，周五是涨了14%点多，不知道你周五的时候有没有去进场补仓啊？因为是一个明显的强底分，又回到了强底分，对吧？是非常强势的一个底分型，我不知道在周五的时候有没有进场。那么今天刚好是顶到这个200天了，所以说如果说你周五没进，今天要追的话就有点尴尬了，因为它很可以就顶到200天之后，它在小周期可以回踩一下再上去，对吧？所以说如果说你周五进的话，那就继续持有就好了。那么就看它这笔能不能够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去，对吧？拉回到中枢里面去，还能突破前面这高点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在大周期上，就是周线上，这里是要如果断开的话，那么大周期上可能是一笔的周线一笔下，然后这里可以有一个周线的一笔上，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有3笔，对吧？那这样的话还可以看一下能不能够顶到120天，这里是120天，刚好在这里，刚好也是突破了前面这个小高点。所以说，就是短期的话，就先看它，首先看它能不能够拉回到中枢里面去，拉回到中枢里面才能走强。如果说它这里反弹也够一笔了，还回不到这个中枢，反而会形成一个3脉，可以再跌。所以说这个你要去关注一下。如果说反弹的非常弱的话，这也成笔，那你需要减一减，它有可能是要走一个盘整背驰之后，这里可能再形成一个一买，才可能完成整个的这波下跌。所以说这里你是需要关注一下的，但是如果说周五已经进的话，现在这里就不要追了。好的，这是这个 BMNR， 我们再看这个SSHY 朋友问了一个特斯拉，只是请教走势是吧？也没有说这个具体的那个什么，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特斯拉因为这个498.83是历史最高点，那么现在在日线上，它这波的起涨点，就是说日线上这波起涨点是在这个214。那么214这个的话，它是一个进入段，然后在这里做了一个震荡，是7笔震荡，这是一个 A 中枢，然后开始离开，在这里做了一个第2个中枢，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而且这个回拉现在已经回拉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从498已经回拉到中枢，刚好又踩到中轨上，看到没有？刚好又踩到中轨。在周末做这个给会员做复盘的时候，我说过，如果说它这个延续，如果说继续往下走的话，因为它当时 MACD 看的时候是比较差，如果说不要走，可能要去踩120天了。但是因为今天受到各种消息的刺激，它也是开始，因为现在马斯克又跟这个特朗普又开始进入蜜月了，大家也应该看到新闻了。这个马斯克又跑到这个Mar-a-Lago 去参加特朗普的这个庆祝会。或者说，因为那个委内瑞拉这个事儿，特朗普可能跟那个马斯克又和解了，还是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吧，现在他们又就是大的宏观面或者说政策面的话，起码说对特斯拉也好，或者对马斯克的一个公司来讲，起码不是什么坏事，对吧？我们其他的我们不讲，政治我们也不讲，我们只说对他这个公司的影响。那么现在他受这个影响也是上涨了3.84%，那么现在正好是回到了中枢的中轨这里。企稳了，或者说这个止跌了，那么就看它这里能不能够走出去一笔，对吧？如果说你可以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简单的测一下，如果说这里能够强势突破0.618的话，也就是475.62的话，那么有希望再次突破这个历史高点，走离开，就这个离开一定要有力度，
才能够脱离这个中枢。如果说只是一个反弹，比如说到了 0.618 这里 475.62， 然后又回来了，那么就防止它这里是不是要把这个中枢做大。如果说这个中枢1、2、3、4、5、6、7、8、9，这如果9段来的话，那就前面都变成进入段，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这个标普那个有点类似，对吧？如果说变成进入段，它还可是就这个中枢扩大之后，那前面变成进入段还可以往上涨。所以你现在做的其实就是简单的一个中枢震荡，针对这个大 B 中枢。那么这段的回落，你肯定是要去它的内部结构看一下1小时上，把这个高亮一下，简单的快速看一下它的1小时上有没有这个中枢出现。1小时上没有出现明显中枢，30分钟呢？30分钟这里2次反弹，但是中间这一笔是不够的。那么这里是有过1次反弹，然后这里有1次反弹，所以说在30分钟上这里做了一个中枢。但是这个中枢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牵强一点吧。15分钟上应该是比较符合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特征。这是一笔上一笔下，那么在15分钟上它做了2个中枢出来，把这个15分钟中枢给它标出来。所以说它为什么结束了，或者为什么反弹，也是结构到了，就是它在15分钟上做了2个中枢出来，然后还给了一个2买。我们看它的这笔2买，虽然说这个这笔反弹是够1笔的，但是这个回落的话是够5根，它一共是5根 K 线，但是有包含关系。严格定义是在15分钟上，严格定义这里不够1笔，但是你要去5分钟上的话肯定是够。那么5分钟上，那这基本上就是2个中枢了，一个中枢2个中枢，然后给了一个2买。我们看一下5分钟，就是说越往下你的这个观察的这个周期越小的话，就是越精细。当然了，它这个结构就更复杂，前面做了一个中枢，现在看的周期是5分钟，然后这里做了第2个中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2买，最重要的是这个2买，它在这里给了一个2买之后，然后起来了，就是你而且还是在0轴起来的，看到没有？这是在0轴这里启动的。那么如果说你一直是在做这个，不是说你每一个都要做到5分钟去，而是说你在1小时或者日线的这一笔判断它是否结束的时候，你需要结合多周期。你光看日线上这一笔，你不知道内部结构，你不知道它1小时上、15分钟上、5分钟上都是什么结构，因为这个周期这个走势啊，都是从小周期生长到大周期的，对吧？它是一个生长过程。你如果说不看小周期的话，你是看不到它的内部生长的，因为小周期已经饱满了，下跌已经饱满了，我是可以出现上涨一笔的。至于说它能涨多高、涨多远，那是需要后期跟踪的，因为它就是一个生长过程，你是没有办法预测到它能涨多高、涨多远。所以说，所有的这些都是跟踪，而是不能去预测，预测是无用的，也是大家都不要去预测它能涨多远。那么，而且预测是非常有害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说，长期找好了标的之后，长期做，你这样的话，这个成本就不会太高，而且吧，每一个周期你都这个有机会的时候都能进得去。像这种，你如果说不去跟踪它来的话，你根本买不到这个2买，对吧？所以说现在就看它这里出现反弹了，那么这一笔反弹有多高？那么需要后期的一个跟踪。那么它除非是1小时、5分钟上，现在是快出一个1、2、3、4、5了，现在也是已经走第5笔。这个第5笔如果说没有力量的话，就是很容易背驰。所以小周期的话，它可能是容易背驰之后在这里做中枢，可以继续往上走。如果说小周期上5分钟上这里出了一个中枢，它可以这样做一个中枢之后往下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里已经是那个1小时上已经有1笔了，可以走1小时1笔回落。那这样的话可能会给你一个1小时的2买，可以再往上走，对吧？所以你需要结合5分钟和1小时的周期才能够把它做好。但是现在这个5分钟上是肯定不能追了，因为马上一个再次突破前面小高点就会容易出现背驰，5分钟上出现背驰了。好的，这是针对这个特斯拉。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个 H21Y 朋友问 BA 这波能到多少？波音的话，这个票我们是分析的比较少，但是之前有朋友问过。但我一直说波音像这种
它就是大而不能倒的，就像那个英特尔啦、波音啦，这都是大而不能倒的。对美国来讲，这都是核心的企业，对吧？牵扯到利益太多，然后这个涉及到的这个就业也特别多，所以说它是大而不能倒的。有再多的事件事故，它都倒不了。所以说你基于这个的话，那每次去买回落都不会太差。所以说，你看它大周期上，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上，那么月线上它就做了这么大一个中枢。那么之前这波下跌从446下来的话，是从2020年到现在6年时间做了这么一个大中枢，对吧？所以说你说这玩意儿，你不去分析它的基本面，你不去分析这个，你是不敢买的，或者说你根本都不敢碰的。你一看啊，今天这个事故那个事故，它应该暴跌了吧，并没有。所以说现在他问到多少止盈，就是那现在这个就是看它到这个中枢上沿这里267附近或250以上，对吧？那就看它距离能走多远，那就不知道了。因为从128这个上涨还没结束呢，因为这里是不够一笔，月线上反弹是不够一笔的，所以说它的小周期里面完全可以继续往上生长。我们看一下这段的小周期，那么周线上也是3笔，看这个128这里3笔刚好是3笔，而且这个结构跟我们刚才看那个特斯拉那个是一样，特斯拉是5分钟上是这么一个状态。特斯拉的5分钟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在波音的周线上是这么一个状态，只不过就是它在是1、2、3而已。所以这个3如果没有力度的话，这个3如果没有力度，就是在这里做周线中枢，做了中枢之后可以继续往上选，或者往下选也可以。往下选的话，那就可能是月线的这一段要先回落一下再起来也可以。所以说我是不能够，或者说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它怎么走，你所能做的就是去跟踪它。那么这个位置要判断它是不是能够往上继续生长啊，那你就看这个176这一笔结没结束，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利用区间套就降低到这个日线了。日线上这里有过回落，但是不够一笔。我们看一下1小时上，我们之所以需要降低周期的，就是看它的内部结构是不是饱满度非常强。所谓这个饱满度，我一直说这个饱满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的结构我需要跟那个模型比较，缠论不是有模型嘛，是吧？看它跟模型里面比较这些零件是不是都有，就是说进入段是不是有，离开段是不是有，A 中枢是不是有， B 中枢是不是有，这些都有的话，说明它结构饱满了呀。结构饱满就可以结束，但是也不是说有2个中枢就100%结束，那么大概率是结束，尤其是周期比较大的时候，像1小时以上的周期，2个中枢如果说没有高低点没有接触的话，就是一个趋势上那种的话，你是不要追了，就是它是尾段状态，它可能后面可能再冲一冲。比如说给你一个再来一个针对第2个中枢再来一个300，它就可以整个接受这个。你现在往里一追，正好是相对的一个高位，但是它完全是，比如说给了一个300之后再回来，那相当于把这个出现一个大周期的一个震荡之后也可以继续上，不是说它现在就要暴跌了，而是说在1小时上它这个结构是饱满的，现在这段是饱满的。所以说这个位置肯定是不能往里追的，那么甚至是应该减一减。如果说你的成本是从下面跟上来的话，你这里是应该减仓的，对吧？因为它是走 C 段的嘛，它要么是给一个300，要么是拉回来，那都是要先有回落呀。你如果说出现300的话，你还可以再买回来。那如果说拉回到中枢里面的话，那你就更可以买回来了。如果说砸的比较深的话，直接砸穿这个中枢到这个120均的话，你就更有机会了。所以说，我们一直说，卖出的时候要大胆一点。卖的时候要大胆一点，尤其是你在盈利状态下；买的时候要这个仔细一点、精细一点，因为你买错的话很容易套在里面，就钱就被套住了。所以买卖的节奏是有区别的，买的时候大胆一点，卖的时候谨慎买的时候谨慎一点，卖的时候大胆一点，尤其是在赚钱的时候。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BA， 然后我们还有最后1分钟，我们再分析一个这个 AVGO 博通。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应该在这个年前，就是2025年的时候直播分析过这个它的这个日线图。那么它跟这个英伟达的话，他们跟英伟达不算直接竞争，但是我也不太懂的基本面了，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它跟那个英伟达的直接竞争关系。那么可能一个是 GPU， 一个是 TPU， 具体的细节技术方面的我们就不说了，但是图形上，那么它从这个138这个起涨点的话。这里是一个5浪，
作为进入段，然后这里开始震，然后它这笔回落我们当时是分析过的，那么正好踩到了120天上，做了一个这个空头陷阱，对吧？120天、200天，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长期的一个均线。那么踩到了120天，给了一个底分型，就这个反弹你是可以做的。我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做这个反弹。那么现在这个反弹刚好也是反弹到了中枢上沿上，对吧？你一旦前面这个3笔构成中枢之后，有了中枢之后，你就好这个判断了呀。到了这个中枢上沿附近，然后上不去，然后走的非常的这段走的很纠结这一笔，那么你不知道你在下面进没进，在上面减没减，那么这就是一个操作节奏。那么今天又是一个，它是跌了2.21%，不知道应该是一些消息方面的刺激。可能是今天是不是有什么 CES 是在美国有 CES 一个展览还是什么？还是说那个燕森黄有一些什么讲话对他有什么刺激？反正应该是消息刺激的。那么现在又踩到了120天上，那么这个位置是应该减一点的。为什么说这个位置需要减一点呢？如果说出现一个大的消息刺激，就直接扎破这个321的话，那会出现一个盘整背驰之后，它可能才企稳，那可能就去200天了。而且你看现在这个MACD 也是偏弱，对吧？偏弱，所以说我的建议，不知道你在这个位置或今天一个快速杀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去减仓，因为它这里完全可以再次跌破321.42之后企稳。那这样的话，1、2、3、4、5、6、7、8、9，刚好第9笔，看是不是形成9笔之后再往上拉。那么，我们看一下现在有多大空间。如果说你不动的话，也问题不大，5点几的一个空间。如果说到这个200天的话，是14%，反正就看你自己吧。这个空间你是要忍一下的话，还是说是，但是不要去做空它，就说就减仓，看你能不能够忍受这5%或10%几的这个空间。因为如果说你不减的话，如果说真的要下来的话，那就比较尴尬了。对吧？所以说，但是基本面如果说不是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大的转变的话，那不要去担心它，回来肯定是一个好的再次加仓补仓的一个机会。好的，那么的话，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只能讲到这里了，再见。